今天啊，咱们不讲疫情方面的新闻了。最近一段时间啊，有不少人给我发私信写邮件，包括写评论呢，都跟我讲，他说王局啊，你的节目啊，单独看每一期节目都挺好的，但是连在一起看，心理上受不了，因为太负面。有很多人是晚上打开我的这个王局拍案，本来听完了之后就睡觉了，结果听完我这节目呢就睡不着了。你想啊，不是跳楼自杀的，就是隔离回不了内地的，然后再不就是这个从富士康的干不了就逃回家乡的，是吧？就全都是这些非常惨的故事。其实要说心里话吧，我也不太想天天讲这些故事。其实你们还只是听啊，我得去看这些素材啊。我看的素材，其实到最后节目能够呈现出来的，最多可能连1/5都不到。所以我要看大量的关于这些新闻的这些素材，而且还得去核实信息，还得去分析，还得去梳理。所以要说对你们的影响大，其实对我的影响更大。那你想一想，我每天接触这样的负面信息，对我的内心其实也是有非常负面的影响。那没办法，这个国家天天都在发生这些悲剧，是吧？但是呢，我们确实也不能天天讲，所以我们今天呢换一个话题。今天讲什么话题呢？大家都知道，前2天啊，李克强总理访问柬埔寨，这应该是他在总理任内啊最后一次外访了。这个，因为对于他来说啊，你看这一届的20大召开完之后啊，他政治局常委也不是了，中央委员都不是了啊。那么他还挂着一个国务院总理的这个名称，这叫看守内阁。其实看守内阁啊，能够选择的外访啊，其实已经很小了，因为重要的外交事件你已经不能去了嘛。那于是就选择了柬埔寨。这柬埔寨这个国家对于中国的外交战略上来讲，它影响比较小。但是呢，我今天要讲啊，柬埔寨这个国家啊，应该是过去啊半个多世纪以来啊，受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那里有大量的中国的老朋友，可能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讲一讲啊，柬埔寨这些老朋友的故事啊。就在前一段时期啊，这个柬埔寨的国际人权法庭开庭，就宣判一个叫乔森潘的人呢终身监禁。乔森潘这个人呢，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中国人，基本都知道他，因为早年啊，中国刚刚开始有电视的时候啊，其实那个时候电视里头外国的新闻里头有一块很大的内容就是关于柬埔寨的。柬埔寨有2个人，一般来说大家耳熟能详，第一个是西哈努克亲王，是吧？大家都知道。天天一讲柬埔寨就是西哈努克亲王，因为他是这个柬埔寨联合政府的主席嘛。第二呢就是乔森潘，乔森潘是当时啊那西哈努克亲王在中国组建的那个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的总理。所以那个时候的中国新闻里头经常能看到乔森潘，就是这个乔森潘最近呢被国际人权法庭啊判处了终身监禁，他是红色高棉的后来的2号人物啊。那么要说这个国际法庭啊，其实我们就倒回头来得讲这个红色高棉的故事。这个红色高棉大家都知道，在国际上大家被称为恐怖组织，也是人类历史上啊应该说是最恐怖的曾经执政过的组织。它应该比那基地组织还要极端，它比那基地组织还要恐怖。所以在79年的时候，美国把它定义为恐怖组织了。那么这个红色高棉的由来是什么呢？就最早啊，这个红色高棉柬埔寨啊，这个共产党啊，它其实是跟什么老挝共产党啊、越南共产党的合3为一，被称之为印支共产党。这是胡志明啊，在1930年左右的时候在香港成立的。这3个国家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后来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这3个国家的共产党分开了。这个时候正好赶上啊中苏分裂，就老毛啊，在这个斯大林死了之后啊，就一直想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嘛。他也瞧不上这个赫鲁晓夫，所以中国和苏联呢就干起来了。干起来，这其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分成了2大阵营。一个阵营呢就是以苏联为首的，就原先的社会主义阵营；另外一个阵营就是以老毛为首的，就称之为这个毛派的共产党。那么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啊，都由此分裂成了两派，就是一派被称为马派，一派被称为毛派。这毛派相对于马派来讲啊，就更极端。那么他就一般来说，他的思想啊，就主张学习毛主席思想。毛主席思想上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武装割据，然后呢进攻城市啊，夺取全面政权。
这个毛派啊，在东南亚这一带啊，其实最活跃，相对来说力量也最大。那么在东南亚这里面呢，这个柬埔寨共产党相对来说是最听中共的，因为中共给了这个柬埔寨的共产党有很多支持嘛，因为当年输出革命也是花真金白银的。当时的这个马来西亚的共产党啊，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啊，包括这个柬埔寨共产党、老挝共产党啊，都是在中共的支持下搞起来的。这柬埔寨的共产党据说是1年呢，中国要给他10亿美金，完全靠中国输血。那么在中国的支持下，这个红色高棉就在他的丛林里建立起了自己的武装队伍啊。然后呢，因为当时西哈努克啊，这个早年的时候，就是因为访问苏联的时候就被国内的人政变了吗？一个叫朗诺的人是吧？要西哈努克在苏联正访问呢，政变了，政变没地儿去了，飞到中国，中国当时也接纳了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在中国成立了流亡政府，中国就撮合这个红色高棉跟西哈努克组成了联合政府。后来呢，就是红色高棉就在国内开始打呀，中国支持他，给他出钱、出专家指导、出武器，然后让他们去跟那个朗诺政权打。那么在1975年的4月17号，这红色高棉呢就进攻下了金边，于是夺取了整个柬埔寨的政权，朗诺政权倒台了，然后西哈努克呢就从中国回到了柬埔寨。但没想到啊，就是说这个红色高棉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极端的组织。我刚才讲了，毛派本身呢就非常极端啊，但是这个红色高棉又在毛派里属于极端中间的极端。说白了，它其实不仅仅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它还受到了中国的大跃进和文革的影响，同时它还受那个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它把共产主义的3大毒瘤啊集中在一身呢。那你想想，它是什么？那它绝对是这个共产主义运动中间登峰造极的一派组织。他们刚进入金边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他们在3天之内就把整个金边城全部清空了。当时金边一共有170万人口啊，那是一个挺繁华的大都市。他当时呢，这个红色高棉的人呢，进入金边之后就欺骗老百姓，说啊，这个金边这个地方马上就有美国空军来轰炸，所以大家赶紧从金边疏散，而且呢，3天之后你们就可以回来，所以不用带太多的东西，你们就拿着3天的东西就行，就走就行了。于是呢，这金边的老百姓就信以为真呢，扶老携幼就踏上了离开金边之路。但是其实啊，这撤空金边呢，是这个波尔布特他这个红色高棉的一个早就想好的一个计划了。为什么呢？在他们的这个主义中间呢，他们认为城市是个寄生虫，他首先要消灭城市，就是他认为城市在这个社会中间不应该存在，所以他们进入到金边之后呢，就把整个金边这些所有的老百姓全部转移到了乡下。在这路上的时候啊，所有那些试图反抗的、走不动的、生病的，通通拿枪就直接给打死了，非常非常凄惨。据说啊，就是在整个这个金边的大撤空的过程中间啊，死在路上的人就超过2万人左右。同时呢，他们在内部也开始清洗啊，就把那个越南的侨民啊，通通都赶走，甚至有的人都就杀掉了，是吧？包括中国一开始很多人以为这个越南人啊，这个红色高棉能胜利了之后啊，能他就过好日子了，其实根本不是。当时啊，金边陷落的时候，在柬埔寨大概有55万华人，但其实啊，这些华人呢，并没有受到什么优待，相反啊，其实他们的命运比越侨还要惨，因为越南当时还撤离自己的侨民啊，中国没撤啊，所以这个侨民呢，就一起被都赶到了乡下，包括中共自己在金边的地下党组织，都在这个大撤空的过程中间被拆散了，七零八落的。那么这些大撤空的这些人呢，不仅仅包括金边，就整个柬埔寨所有的城市，全部被撤到了乡下。因为当时波尔布特他要实行一个什么，叫农业共产主义，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柬埔寨的这些国民呢，都要到农村去住集体农庄，搞合作社。这个合作社里面呢，要取消什么呢？取消货币啊，钱没有了，朗诺政府当年那些钱都不存在了，所以很多有些人跑的时候身上带着钱，结果带着钱也没有用，钱都成了废纸。取消了家庭，这男女到了集体农庄之后啊，就分成男宿舍和女宿舍，然后大家每天排着队到地里去干活，是不是特像中国的大跃进啊？
是吧？当然，中国的大跃进没有他们那么极端啊，它有点像那当时的太平天国加大跃进，是吧？然后取消了商品流通，你只能进行以物易物，是吧？取消了家庭，婚姻也都不存在了，所以它应该是全世界最极端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试验之地。当时啊，中国其实还帮他们印了钞票。这周恩来当时在中国的造币厂给他设计了一套7枚的柬埔寨的货币，红色高棉的货币，都是有3张是他们战斗的，有3张是农业生产的，就是中国文革那一套嘛。然后呢，就空运到了柬埔寨。到了柬埔寨之后呢，结果他们进入金边之后也没用，这些货币就扔在那个仓库里，扔了几大仓库。后来越南人打进来的时候啊，越南人就在那个仓库里发现了这些货币，码得整整齐齐也没有用。后来都销毁了，有少部分被运回到了越南啊。那么这些人被运到了农村之后啊，就开始搞这个改造，分成分、分阶级，是吧？这个金边下去的人被称之为新人，原先农村的这些人被称为旧人，这新人级别就非常非常低了啊。紧接着就开始搞各种各样的大屠杀，这所有朗诺政府的这个政府官员，包括军人，通通杀掉。那么在边境边上的时候，就把那些300名军人啊，就跟他们说，西哈努克亲王如果要接见他们，送到树林子里之后，拿机枪就全部给扫射，给杀掉了。然后后来就从军人开始扩展到一般的政府工作人员，然后就是医生、教师、护士，凡是你在旧政府里工作的人，通通都杀掉。杀完了这个前政府的人员呢，就开始杀自己人。我刚才不是讲了吗？他们信仰斯大林主义吗？这斯大林主义有一个巨大的特点，就是不仅仅杀敌人，而且杀自己人，而且杀自己人的那个手段呢，比杀敌人还要残忍。于是他们就开始搞内部的大清洗，他们自己的内政部长啊、外交部长啊，还有这个什么新闻部长啊，那个傅宁什么，还有驻华大使啊，还有什么商务部长啊，通通都被杀掉了。这个，所以他们杀自己人的时候也是特别痛快。更有意思的啊，就是这个红色高棉呢，他这个进入金边之后，按理说他是个执政党是吧？但是呢，他搞得自己像一个地下党一样，就大家都不知道啊。就是说，这股武装力量进入到金边之后，这是什么组织？没有名号。他跟大家讲，他们叫安卡，安卡就是柬埔寨语组织的意思，谁也不知道这个安卡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么一直到1年之后啊，他们才冒头宣布这个他们是所谓的柬埔寨的这个共产党，红色高棉嘛。于是才在空空荡荡的这个柬埔寨啊，这个金边啊开了一次他们的大会。这个大会中间啊，好多人在那个礼堂里头开会啊。开会的过程中还拍了这个摄影，这个摄影据说呢就是中国派过去的摄影师给他们拍的。在这个过程中间，这柬埔寨红色高棉的这些头啊，才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这1号人物就是波尔布特，大家都知道，这个名气一提起来都知道，红色高棉的象征性人物。然后呢，乔森潘呐，还有这个农谢呀，还有这个英萨利呀，就这些人就在这次会议中间都出现了，人们才知道啊，这些人就是红色高棉的头。那么当时整个金边呢，就变成了一部鬼城啊。当时他们占领金边以后啊，世界上大概有80多个国家也按照国际惯例想要跟红色高棉建立外交关系，但是红色高棉不搭理他们，他们这个不想跟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那么只允许7个社会主义国家啊，中国啊、朝鲜啊、什么罗马尼亚啊这些国家啊，在金边建立大使馆。但是我跟你说，这些大使馆呢，这些大使馆的人是不允许随便出去的，平时都是这些就是红色高棉的士兵把守着大使馆的门口，不允许他出去，相当于隔离，咱们现在的隔离、封城、静默，他们就在那里面。所以其实在那个金边那个地方去当大使啊，当外交人员是非常非常辛苦的。然后呢，只允许2个国家的大使馆的人呢，在红色高棉士兵的陪同下，偶尔上街上放放风啊，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朝鲜，这2个国家。所以当时中国的去朝鲜那个，当时中国啊那个在那个金边的工作人员，就外交人员非常辛苦啊。所以呢，就中国政府呢，就每2周就把他们，也包括其他那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啊，都接到北京来。接到北京之后，放假2天，可以在北京放放风，上逛逛街，吃点东西。
然后当时中国那专家组在柬埔寨也有很多啊，吃不上饭呢。然后这些中国的大使馆的人就从北京运了一些压缩饼干，就给那个中国的援柬的一些专家，就是让他们不至于饿的打晃，是吧？至少能吃到压缩饼干嘛，对吧？这就是当时红色高棉啊搞的那个共产主义实验。据说啊，就是在整个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的3年零8个月的时间内呢，就国际社会统计啊，保守的估计，他们一共在柬埔寨那个地方呢，杀死了170万人。其实当时啊，这个柬埔寨的总人口也就800万左右，也就是全国1/4左右的人口啊，都在这种所谓的残忍的共产主义的体制下啊，都失去了生命。那么很多家庭啊，这些人呢，基本上都有的人一个家庭10来口人，在这个转运的撤空的过程中间，就只活下1个人。那么事情到了1978年的年底啊，那其实这个红色高棉那个体系内啊，内部也不团结，因为他搞的这一套体系啊，很多人也是看不惯。后来的有个叫韩臧林的人，就跑到了越南。这韩臧林呢，原先是红色高棉的一个师长，后来呢，他又是在靠近越南这边的地方当一个地方官员。他看不惯波尔布特这东西，他就率先跑到了越南。后来还有一叫洪森的人也跑到了越南，这名字大家都知道。洪森现在还是柬埔寨的这个首相嘛，是吧？他们跑到了越南之后呢，越南就在这个地方呢，就组建了一个怎么说呢，由柬埔寨人组织起来的反对红色高棉的武装力量。然后当时因为柬埔寨啊跟越南之间啊也频繁的发生冲突，这冲突之间双方在边境上就打来打去啊。有一种分析就认为啊，就是柬埔寨当时是为了讨好中国，因为中国跟越南的关系当时搞得非常糟嘛，因为中国跟苏联这个搞掰了之后啊，越南是跟着苏联走，是吧？因为柬埔寨是跟着中国走啊。柬埔寨的革命胜利，当时对老毛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刺激和鼓舞啊，他认为这是毛派输出革命的一个胜利啊。所以呢，中国当时对这个波尔布特这个政权那是不遗余力的支持啊。这波尔布特这些人到中国访问，老毛请他们吃饭啊，天安门城楼上接见10万名这个红卫兵啊，让他们检阅啊，等等啊。所以呢，当时柬埔寨当时为了讨好中国，就在柬越边境不断的制造冲突，还制造了几起大屠杀，就冲到那个越南的境内之后，就杀了很多越南人。所以越南跟柬埔寨的这个矛盾就不断的升级。在1978年的12月25号这一天，圣诞节，越南呢就发动了对柬埔寨的战争。那么一共有10万名越南军队，再加上2万名就是韩臧林他们领导的柬埔寨的反对这个红色高棉的武装啊，一起就越过了边境。本来大家都以为红色高棉的战斗力比较强啊，但没想到啊，这红色高棉的这个军队的战斗力一触即溃。面对越南军队，本来越军一开始实际上并没有想占领整个柬埔寨，但是3、5天的时间内就把整个就是柬埔寨这个靠近越南边境的这些王牌军全消灭了，而且很多军队都是自我瓦解，就自己把枪一扔就跑了，把服装一扔就跑了。跑了之后呢，越军赶上去的时候呢，沿途还看到了几十辆中国援助柬埔寨的崭新的坦克，用都没用过，还有那些反坦克武器都在那儿。然后当时有一批中国的专家啊，也跟着这个柬埔寨的军队，结果柬埔寨的军队怕这些中国的专家落到越军手中啊，就拿枪把这些中国援建柬埔寨的这些专家通通都给打死了，几十个人。后来在1月6号这一天啊，1月6号这一天，越军的大军呢就开到了梅乌河旁边。那么当时呢，越军的这个指挥官呢叫黎德英，黎德英这个将军啊，他是遥望着金边，是吧？他决定啊，从1月7号这一天呢就开始进攻金边。金边当时的守军的司令啊是红色高棉的宋城，宋城是他们的国防军司令。当时在金边旁边一共有7个师，国际社会当时都认为双方在这个地方可能要打一场拉锯战，要打金边保卫战嘛，因为毕竟红色高棉的这个军队啊力量还比较大，是吧？结果就在1月6号的晚上，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